他说全天下能打败他的人不出3个，但却被他倒霉的全打了个遍。他说只要努力就能成功，却偏偏落得个最惨结局。他天赋平平，虽修得绝世神功，奈何不是主角，只能沦为陪衬。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派与配角，今天要说的是《少年张三丰》中悲情浪子义子。可以再生。易继风出生名门名剑山庄，不过易继风出生没多久，母亲就去世了，间隔不了多少时间，父亲也跟着去世了。易继风由爷爷易云抚养长大，叔叔易天行不知所踪，偌大的名剑山庄全靠年迈的易云打理，江湖地位日渐没落，所以易继风一出生就被赋予振兴山庄的使命。易继风初出江湖时很天真，富有正义感，心地善良，一心想为武林造福。论武功，易继风一开始并不厉害，勉强和女主秦思荣打成平手。姑娘武功高强，令人佩服，不如一起合作，共商大事。先把你的武林盟主的位置给我坐一坐，才一起共商什么大事？后来得到了爷爷易云的大部分内力，在江湖上才算得上是少有敌手。奈何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易继风挑战少林寺，本来可以名扬天下，一举成名，恢复名剑山庄的声望。但是谁曾想到，这一战中遇到了主角张俊宝，而且还是刚刚学会易筋经的张俊宝。尽管得到易云内力，但是依旧不敌张俊宝。我愿赌服输，我现在就离开少林寺。此战败北，让他受尽世人的嘲笑与谩骂。爷爷易云的期望、重振名剑山庄声誉等一切，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过沉重，也因此改变了他的一生。易继风在少林寺大败后，远走他方，到大漠寻求心灵慰藉，遇到了自己挚爱一生的女人赵玉儿。易继风带着赵玉儿回到山庄，却发现名剑山庄竟被逍遥王灭门，爷爷被杀，哀痛不已。幸得赵玉儿激励，痛定思痛，立志重建名剑山庄。最后连你也死了，就让天下人耻笑你名剑山庄，耻笑你易继风没种无能，不能重振名剑山庄，只能像个孩子似的在你爷爷坟前哭。易大哥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要自己争气，你现在一点皮肤也没有了，以后只能靠自己。如果你不能振作，你爷爷就是冤死。易大哥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后期易继风回到名剑山庄，在叔叔易天行的指导下，学习山庄里8把宝剑上的武功。按照易天行的说法，只要学会了8剑齐飞，江湖上能打败他的人不超过3个。把这4柄剑上的功夫都练成，江湖上能胜你的人不出3个。我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。不过易继风急于求成，不慎走火入魔，求教圣僧指点，在山门前跪了几天几夜，却又被嘲笑资质平平，令他受尽屈辱，考验我的诚意。你资质太低，易筋经传授给你也是浪费，回去吧。我就不信，凭我自己的力量，我就不能成功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在圣僧的门口足足跪了10个时辰，任风吹，任雨打，就像一个乞丐一样，在他门前乞讨。可是他对我依然不屑一顾。最后在赵玉儿的怂恿下，投靠了武林盟，出卖了自己的好友张俊宝。不过与虎谋皮就是自寻死路，大反派逍遥王逼死了易继风的挚爱赵玉儿，还将他叔叔易天行抓进天绝牢。易继风幡然醒悟，卧底在逍遥王身边，救出了叔叔易天行和一众武林人士，然后孤身一人找到了逍遥王。你知不知道出卖我的下场是什么？我也知道。朝朝暮暮的等待，可以令我所措。生生死死的伤害，可以感受写不出来。天涯海角都分开，这男女为什么相爱？头发花瓣随雪花飘下来，原来为我
这一战没有意外，易继风败在了逍遥王手里，并失去了生命。易继风是一个悲情角色，他没有主角张君宝的自由天成、豁达潇洒，也没有自己叔叔易天行的随性逍遥、玩世不恭。他有的只有从小爷爷给的压力，长大后挚爱赵玉儿给的压力，以及爷爷死后背负的使命。而他承担的期望远大于他的能力，最后不得不落下个悲惨的结局。剧中饰演易继风的严屹宽，当时还仅仅23岁，还在用他本来的名字严宽，正值小鲜肉的年纪，英俊潇洒，帅气逼人，秒杀如今娱乐圈的无数小鲜肉。此剧让他受到了空前的关注，后来凭借《秦王李世民》中的李建成一角，成功的入选了天涯4。